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出道18年无人知晓，37岁凭借以法之名出圈。谭松韵说的没错，台上10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出道18年，女演员董卿始终不温不火，直到遇到张文京。她在热播电视剧《以法之名》中短短20秒的台词，让我们刮目相看。在《以法之名》中，董卿饰演的角色是张文京。作为万氏集团前法务总监兼集团负责人万海的前辩护人，他含冤入狱。在和女主蒋欣的对手戏中，董卿只用眼神就能表达出自己的内心世界，就连蒋欣都差点接不住她的戏。他与检察官对峙，为了把握时间，他在短短20秒内进行反向追问，台词量多且语速飞快，但是他却做到了咬字清晰，情感饱满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董卿的这段表演极具张力。他凭借扎实的台词功底和细腻的演技，将张文京这一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，让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。甚至有观众觉得在这部剧里，董卿的演技超越了主角。就连这部剧的导演傅东玉也对董卿给出了很高的评价。他坦言这个角色尽管戏份不多，却非常难演，但是董卿却用炸裂的演技征服了所有人。董卿成就了剧中的张文京，张文京也成就了董卿的演艺事业。出道18年，董卿参演的影视剧不在少数，扮演过那么多的配角，但是她始终没能火起来。尽管如此，她依旧在演艺圈默默耕耘，等待着开花结果的那一天。2013年，董卿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，早在毕业之前，她就参演过不少影视作品。2007年，董卿出演首部电视剧《死去活来》，饰演初中生周甜甜。2011年，她还参演了由小刚执导的《大唐女巡案》，饰演灵动活跃的小佛爷。2013年，她在《飞哥大英雄》中饰演丁潇潇，还与雷佳音有不少感情戏。丁潇潇不仅是雷佳音所饰演的男主梁飞的恋人，还是一个勇敢的抗日青年。他在剧中有不少动作戏和台词密集的场景。董卿的打戏动作利落，台词表达清晰有力，是这部剧的一大亮点。虽然她的精湛演技从那时候就展现了出来，但是却始终没有火起来。2015年，她出演了《最好的我们》，饰演耿耿的同班同学兼同桌蒋绵绵。这部剧在当年可以说是现象级网剧，豆瓣评分稳定在8.9分，至今仍被称为国产校园剧天花板之一。虽然她在出演这部电视剧时已经27岁了，但是她还是将成功塑造了一个青春朝气的女高中生的形象。这部剧让董卿小火了一把，但是却没能让她持续火起来。尽管如此，她还有很大的收获，那就是与这部剧的主角谭松韵结下了深刻的友谊。后来，董卿又陆陆续续演了一些影视作品，其中包括《唐人街探案》《创业年代》《新居》等剧。2022年，她在《新居》中的表现也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她饰演的葛月一角，尽管戏份不多，但凭借极具张力的表演，将角色的单纯且不谙世事刻画得淋漓尽致。即使与老戏骨，同样也是该剧的女主海清演对手戏时，也拿捏得很好。在《去有风的地方》中，董卿扮演的是谢小春，男主谢之遥的妹妹，也是谢之遥的得力助手。她性格泼辣强势，热情开朗，是一个非常真实且讨喜的角色。她在这部剧里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。虽然很多观众都觉得她能凭借这部剧大火，但是最终却没能如意。毕竟这部剧的主演刘亦菲实在是太耀眼了，盖过了配角的光环。但是这一次，在《以法之名》中，
他是真的火了。18年的演艺生涯，他一步一个脚印走来，他用亲身经历向我们证实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董卿不仅演技好，她还有一个同样演技好的老公七九州。董卿和七九州在校园里就相识并且相恋了，两人的恋情足足持续了12年之久。作为同校同学，两人因为一次社团活动相遇。虽然两人相差4岁，但是年龄的差距并没有将两人隔开。从此，两人的生活有了交集。2010年，两人共同参演了电影《血色清河》，这部剧让两人的感情急速升温。在这部电影中，两人饰演一对夫妻，也许是入戏太深，他们把戏里的感情延续到了戏外。之后的日子里，两人各自奔波于一个又一个的剧组，经常见不着面。但是两地分居的日子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感情。2023年，七九州在电视剧《刑警的日子》中饰演刑警曹磊。七九州将曹磊的硬汉气质与内心脆弱完美结合。总是，两人虽然在娱乐圈的名号不响，但是演技都是一流的。同年，他们结束了12年的爱情长跑后，走入了婚姻的殿堂。在他们的婚礼上，谭松韵作为女方的闺蜜出现在了现场，她还手持捧花调侃七九州，以后要好好对我们情，不然我们伴娘团第一个不同意。早在10年前，董卿和谭松韵合作了《最好的我们》，正是这部剧拉近了两人的距离，从此两人成为了很好的闺蜜。作为伴娘代表发言时，谭松韵回忆了与董卿在《最好的我们》剧组的相处点滴。晴在片场总是像姐姐一样照顾我，陪我吃零食。对台词，现在看到她找到幸福，真的比自己结婚还激动。婚礼现场播放的 VCR 中，包含大量谭松韵与董卿的私下合照，有两人穿着戏服在片场搞怪的自拍，一起旅行时的海边合影，甚至还有谭松韵探班董卿新剧时的素颜同框。两人互动的甜度超标，甚至盖过了新郎的风头。当董卿凭借《以法之名》中张文京一脚爆火后，谭松韵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转发支持，写道：“他值得。”2. 董卿蛰伏18年中凭《以法之名》20秒戏爆火出圈。最近刷手机总被一条弹幕刷屏，这姑娘谁啊？比主角还抢戏。点开一看，是央视8套正在播的扫黑剧《以法之名》。屏幕里那个在法庭上拍桌子喊冤的陪审员，眼尾微微发红，咬字像连珠炮似的往外蹦，把不服输的劲儿刻进了骨头缝里。他叫董卿，一个让观众从这是谁到必须记住的演员。蛰伏18年，戏里戏外的隐形人。说董卿是巨抛脸专业户一点不为过。2007年北电刚毕业，他就跟着由小刚导演拍《死去活来》，演个扎马尾的初中生。那时候他站在镜头前还带着学生气，台词总带着点青涩的颤音，但导演夸他眼睛里有股子倔强劲儿。后来他演过《最好的我们》里穿牛仔外套的假小子，和谭松韵蹲在教室后排转纸条，在去有风的地方当谢小春，跟刘亦菲同框时被夸气质不输神仙姐姐。可这些角色像一阵风，吹过就没了。观众记住了谭松韵的耿耿，记住了刘亦菲的许红豆，却总记不住董卿的名字。2. 婚礼上的团宠，圈里人员藏不住。2023年董卿结婚那天，圈里好些人偷偷抹了眼泪。黄晓明特意推了商演来当证婚人，举着话筒说：“这姑娘我在片场见过，拍哭戏能哭湿3条毛巾，比谁都拼。”最让人意外的是，谭松韵当时她正忙着新剧宣传，愣是推掉所有工作来当伴娘，捧花递到董卿手里时，俩人大概是被回忆戳中了，抱着笑出了眼泪。后来董卿把捧花塞给谭松韵，说：“
当年你推了工作陪我试妆，这束花该你拿着。婚礼现场的照片转到网上，评论区全是原来好演员的圈子这么暖。20秒爆发戏，压垮隐形人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真正让董卿出圈的是《以法之名》里那场20秒的戏，她演的陪审员张文京被警察围在走廊，镜头从脚往上摇，她先是不屑地撇嘴，接着猛地抬头，眼眶瞬间红了。你们抓人要讲证据，万海要是能被你们随便定罪，这法律还有啥用？说到最后一句，他攥紧的拳头砸在墙上，指节都泛了白。这段戏播出当天，微博热搜直接炸了，董卿20秒封神，这才是内娱该有的演技。好多观众翻出他以前的剧，发现《追光的日子》里那个扎高马尾的体育老师，当我飞奔向你里客串的毒舌学姐，原来都是同一个人。原来不是他没演技，是之前的角色都没对味儿。4. 演技不是吹的，从剧抛脸到记忆点。董卿的厚积薄发不是偶然，她演过太多小角色，《急诊科医生》里发烧还说胡话的病人家属，《少年派》里偷偷给男主递情书的女生，《2个人的小森林》里被主角救下的流浪猫主人。这些角色有的连名字都没有，他却把每个细节都抠到位。演病人家属时，他特意去医院观察家属的手，发现他们总无意识地搓衣角。演递情书的女生，她反复练习怎么把信封捏出褶皱，又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。路演时有人让她还原《以法之名》那场戏，她想都没想就说：“行啊，你们说从哪句开始？”说完就把法庭里的愤怒、不甘、坚定，像放电影似的又演了一遍。台下观众跟着她的情绪起起落落，连摄影师都忘了按快门。5. 背后的支撑，老公7、9周的隐形助攻。董卿能这么稳，离不开背后的男人7、9周。2人是北电同学，一个演警察专业户，一个演剧抛脸，平时各忙各的，连结婚都是悄悄领的证。7、9周的爸爸是拿过金马奖的导演，但他从没让女儿走捷径，他爱演戏，就该自己闯出来。去年董卿接《以法之名》时，7、9周刚好在拍刑侦剧，俩人只能在剧组间隙视频通话。有次董卿说这场戏压力大，7、9周发过来一段自己演警察的片段，你看我当年第一次演审犯人的戏，腿抖得跟筛糠似的，后来不也练出来了？后来董卿把这段对话截图发微博，配文：谢谢我的警察先生，你比剧本更懂我。6. 红了之后，他的选择比热度更动人。现在的董卿，微博粉丝从30万涨到了200万，私信箱每天塞得满满当当。但他回复评论依然很懂情，粉丝说姐姐终于火了，他回火不火的，戏好就行。粉丝让他接主角，他回角色合适比番位重要。最近有导演找他演大女主，他看完剧本后说，这个角色前半段太完美，不像活人，我演不了。转头接了个演外卖员妈妈的小成本剧，说能把普通人的苦辣酸甜演明白，比当主角有意思。7. 尾声，好演员的春天从来不会缺席。董卿的故事像极了杯慢慢泡开的茶，前18年都是沉在水底的茶叶，看着没动静，其实一直在积蓄香气。现在的他终于被看见，可他没急着乘胜追击，反而更认真地挑剧本、默演技。有人问他，你觉得自己为什么现在才火？他笑着说，可能我之前太笨了，总想着把每个角色都演成自己，现在才明白的把每个角色都演成别人。其实哪有那么多突然爆火，不过是有人把坚持熬成了习惯，把热爱磨成了锋芒。就像董卿在婚礼上说的那句话，戏如人生，但人生比戏长，只要你不放弃，观众总会看见你的光。